毛泽东主席曾评价《红楼梦》，说它是写得很细的历史。他认为《红楼梦》中包含了当时社会的丰富而具体的历史资料，而这些史料反映出了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认读研究分析《红楼梦》，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分析得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在《红楼梦》的前80回里，我们经常可看到一些荣国府生活中具体的经济数据，作者在不少场合还特意地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数值。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数据之间竟然有很大的内在联系，且能够相互佐证。这无疑向我们表明，这些经济数据极有可能不是文学杜撰，而是作者所亲历的大家族生活中非常宝贵的真实的历史经济数据。《红楼梦》虽然只是一本小说，但书中的经济数据大多都令人信服。撰写一部文学巨著时，能一丝不乱地处理上千个经济数据，是因为作者曹雪芹亲身经历过一个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并对其经济体系的运转及其日趋崩溃的状态十分熟悉，并有过认真的反思。通过一些经济数据的前后变化，我们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荣国府由盛而衰的演变趋势。如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王夫人一下子就送了她100两银子，何其慷慨大方。可是到了后期，因为庄田上连年欠收的影响，贾母80大寿时，王夫人得靠典当东西才凑满300两银子作为寿礼。一般说来，《红楼梦》书中经济数据的给出都是十分慎重，经得起推敲的。例如，有一次平儿透露，王熙凤挪用二门内众人的月钱，在外面放债，挪用的资金总数约300两银，而按照已知的个人的月钱等级标准，以及各位主子的用人数的定例来计算的话，二门内众人的月钱总数正合约300两银这个数目。可见作者并没有随心所欲的乱填数字，这种慎重同样表现在经济数字的精确或忽略上。在第24回里，倪二将银子借给贾云时说，所借银子数量是15两3钱有零，而且声明不要利钱的。心存疑虑的贾云又拿到钱铺里复称银子，结果是15两3钱4分2厘，证明倪二所言不虚。作者写上如此精确的数字，既是在特定环境下对细节真实的刻意追求，同时也是要以一个街头泼皮的诚信相助，与贾云舅舅捕世人具伸援手的行径做对比。可是在第53回里，写到贾蓉去光禄寺领取宁荣两府的春季赏钱时，作者就小心地刻意略去了具体数目，而代之以净折银若干两等字样。这样的描写方式与本书开端处所声明的无朝代年纪可考的年代背景相呼应，是作者写作思路一丝不乱的体现。《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书中经济数据的提及完全服从情节发展的需要。若按经济学逻辑考察，其出现次序有点凌乱，但他们在全书中的布局则犹如针灸穴位般，显示着那个时代一个大家庭经济的整体脉络。荣国府的经济结构体系是全书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发展依据，而收租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对此自然要不惜笔墨的详写，并在第53回里开列出一张十分具体的租单：大鹿30只，獐子50只，狍子50只，鲜猪20个，汤猪20个，龙猪20个，野猪20个，加腊猪20个，野羊20个，青羊20个，加汤羊20个，加风羊20个，寻黄鱼2个，各色杂鱼200斤，活鸡、鸭、鹅各200只，风鸡、鸭、鹅200只，野鸡、兔子各200对，熊掌20对，鹿筋20斤，海参50斤，鹿舌50条，牛舌50条，撑干20斤，榛、松、桃、杏瓤各2口袋，大对虾50对，干虾200斤，银霜炭上等1000斤，中等2000斤，柴炭3万斤，玉田腌制米20，碧糯50斛，白糯50斛，粉精50斛，杂色2谷各50斛，下用长米1000石，各色干菜1车，外卖2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2500两。外门下孝敬哥姐儿的玩意，
活鹿2对，活白兔4对，黑兔4对，活锦鸡2对，西洋鸭2对。像这样品种与数量都一丝不苟地开列得清清楚楚的租丹，在古典小说中极为罕见。至于它能起到的作用，则更是独一无二的。作品中有不少细节描写，在那章租丹里有了出处交代。如第26回里，宝玉顺着沁芳溪观赏金鱼时，只见那边山坡上2只小鹿见也似的跑来。第51回里，麝月深夜跑到屋外，误以为山子石后头的黑影是一个人蹲着，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那个大锦鸡，见了人一飞，飞到亮出来。联系租丹里的活鹿2对，活锦鸡2对，就可以明白大观园里散养的鹿与锦鸡的来历。又如第51回里，讨论为众姐妹在大观园单设厨房时，王熙凤说，新鲜菜蔬是有分例的，在总管房里支去，或要钱，或要东西，那些野鸡、獐、狍各样野味，分些给他们就是了。第61回里，柳家的又说到大观园厨房每日要消费2只鸡、2只鸭子，10来斤肉。寻常的鸡、鸭肉自不必言，那些野味也是庄田送来的，对照租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野鸡送来了200对，獐子与狍子各送来了50只。而第49回里卢雪庵诗社活动时出现的那块新鲜鹿肉，其来历也应如此，租丹上第1项便是大鹿30只。这类联系在作者不经意的描写中也常可遇见，如第62回里黛玉说酒底前，有又拈了一个真瓤的细节描写，以及同回中柳家的给方官送去了奶油松瓤卷酥，这真瓤、松瓤原来都来自庄田的缴租，租单上就有真、松、桃、杏瓤各2口袋的开列。至于作品中经常提及的荣国府里烧的炭，每顿饭所消耗的米，包括贾母专用的腌制米等等，谁都知道这些都是产自于庄田。根据上面的联系对照，可以知道贾府日常消费中的相当多的物品都由庄田生产，伙食消费则基本上都由庄田供给，只有不宜长时间储藏的新鲜蔬菜、鸡蛋等是例外。由于庄田离京城太远，乌进孝缴租到宁国府就走了1个月零2日，他当然不会将不宜储藏的物品送来，于是新鲜蔬菜就得每日现买。大观园厨房负责约40人的用膳，他每日购买蔬菜的开销是1吊钱。鸡蛋的情况与新鲜蔬菜稍有不同，租单上有活鸡、鸭、鹅各200只，因此府内的需求有相当一部分可由自产满足，短缺时才派人外出购买。乌进孝缴来的租子物品名目繁多，数量又相当巨大，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贾府的日常消费，于是有些学者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贾府的收租形式以实物地租为主，同时也收货币地租，因为租单中有外卖2谷、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2500两之余。贾府收租以实物地租为主的看法似已成被普遍认同的观点，可是若以此核算，再综合曹雪芹在书中透露的各种经济数据，很快就可以发现此种收租方式与作品中的各种描写严重不符。按照这样的收租方式，荣国府奢华的生活根本无法维持。